我们大漂亮又被文旅借调上班了。我这次喊话的是王一博老家洛阳，让他回家开演唱会。各地文旅开始抢人，一看一个不吱声，一看都是王一博。前有芒市文旅，后有洛阳，水灵灵的快乐瞬间燃了起来。文旅忙着抢人，我们忙着抢电影座。说到底一句话，围着王一博转圈圈，就是快乐到飞起。洛阳日报发文，国歌快回洛阳开演唱会。画面中，领导对员工说：“王一博知道是谁吧？网友们都想看他，你去请他来洛阳开演唱会。”瞬间引来大量网友点赞，抓紧安排，博哥快回家，别在外面爬山了。河南山也挺多，玩梗还是网友厉害，这下可扛不住了。都知道王一博出生在洛阳，之前有个很出名的梗，还记得吗？因为王一博，河南一夜之间痛失洛阳，洛阳被全国封封。很显然，洛阳王一博是全国的，是我们大家的。这是什么天选打工人，到处倒要轮岗，演的角色为若来，全国巡演站岗停不下来，上百轮播放，还能引爆收视率。除此以外，王一博的电影《无名》重映，没想到8排5座，直接引发抢到爆的情况。这可是影迷们无声却炙热的爱意表达。你真的不可估量王一博的人气，更想不到他的作品重映后的热度还会这么高。无论是寓意王一博生日的8排5座，象征电影放映时间的8.5分，还是映射其饰演角色叶先生生日的9排7座，每一个精心选择的数字都不仅是一个座位编号。他们是无名人与叶先生之间独特的情感交流，是对角色深刻的理解与眷恋，更是对王一博精妙演绎的由衷肯定与青睐。诚然，这些承载着特殊意义的生日座、纪念座已被热情如火的观众们抢先锁定，一席难求，这本身便是心意直接的表达。但我们想说的是，影片重映如同一次珍贵的旧友重逢，没办法，谁让他是王一博，一个自带爆款属性的体质，凡是与他相关的，向来都是炙手可热，文旅都需要抢，何况我们呢？无名重映是我们与王一博和叶秘书久别重逢，作为好事心意的载体，而非观影的意义。其他每一个普通座次，何尝不是再次走入那个波谲云诡的年代，再度沉浸于叶先生无声惊雷般演绎的珍贵机会？莫因为得特定座而错过这场重逢。无论您坐在哪个位置，荧幕上的流转光影，王一博倾注的心血，都同样撼动人心。请相信，这是一场不容错过的再会。无论是对叶先生、对无名这部佳作，还是对王一博赋予角色的灵魂，别让任何一个宝贵的位置空置，一起奔赴这场光影之约。哎呀，快把自己写词穷了！我大漂亮王一博，羊毛卷还能维持多久？听闻下个月会有见面会，到时候好想看到可爱的洋娃娃王一博。你在12、13岁那一刻的选择，实际上你走进了一扇载。王一博把学习街舞和到北京做艺人视为他人生中的关键节点。起初父母反对，但他的坚定，父母对孩子的尊重，得以让他追求自己的热爱，是他的天赋、努力、执着，以及他先天的内在优势，给了父母底气，让他们允许他放弃所有的道路，去穿行那扇窄门。过程必定是孤独的，风险也是最高的。幸运的是，经由这扇窄门，他豁然开朗，成为了今天的王一博。因为去的人少，所以他通向更宽广的地方。陈尔导演对王一博人生旅程的比喻非常形象，他带着最大的风险穿行了一道窄门，到达了更加广阔的地方。王一博这样一个旅程，也让我想起了武陵人找到的那片桃花源，临近水源，便得一山，好山有小孔，仿佛若有光，便涉船从口入，出极峡，才通人，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。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美池，桑竹之属。只是王一博通往自己花园的路，另游下的善水要多得多。武陵人看到伤口若有光，而彼时王一博对于前路是充满未知的。出极峡，才通人，复行数十步，这数十步对王一博来说是几年如一日的不懈努力。这数十步完全不只限于他在韩国当练习生的那几年，而包括他出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。好在就像他所说的，在这段通往梦想的路上，他如此的开心与充实，因为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所以没有痛苦。因为他异于常人的天赋和对舞蹈、舞台表演的无比热爱，所以他永远乐此不疲，充实且收获满满。他沉得住气，静得下心，耐得住性子，蹲得下身子。他日积月累的积淀，如今身在桃花源，自己掌控人生。你要说王一博的道路能不能被复制，并不能。至今无人有他的硬核实力，无人有他无敌的星象，无人有他的人格魅力，更别提他用自己的名字打造的最强最大 IP。也许旅程之中的运总有好与不好，但他注定光芒璀璨，是天生的大明星，这是他的命。
花园操场扎祥光，空气眺望着这画像，我请你帮个忙，来张次画像，拉直的望向远方，研究身材的形状。突然回头要我说说我自己的过往，是的话，阴的话，我蹦场在我院场勇敢的刷。是一博，你见他的时候，你跟他问了他什么问题，聊了什么？我跟他见面，其实最深刻的是2点印象，第一是外在形象，觉得他会是符合无名的剧本也好，文本也好，所要求的这个人物的形象的。第二，我可能认为他很有礼貌，他很得体，然后他也有可能有足够的沉默吧。而我正好是一个特别能够去理解这种沉默的人。就是难道不是说每个演员见到你的时候，应该都会有这样一份礼貌和得体吗？他不会，其实聊天的时候很难藏得住的。无名，一部让观众早出晚归的谍战史诗，文艺片的票房奇迹。2023年春节档，无名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谍战突围。由于排片极度受限，观众不得不早出晚归才能看到这部电影。戏称这是沉浸式体验谍战片的另类观影方式。即便如此，无名仍凭借过硬的品质逆风翻盘，最终狂揽9.31亿票房，打破文艺片市场天花板，成为当之无愧的年度黑马。这部电影的魅力在于他不怕剧透，却值得反复琢磨，从而导演用近乎苛刻的镜头美学编织出了一张精密的历史迷网。西装上的褶皱，餐盘里的食物，报纸上的只言片语，每一帧都是伏笔，每一次重探都能发现新的隐喻。正因如此，他不仅在商业上创造了文艺片的票房神话，更是在金鸡奖上8题3中，成为业界公认的高级电影教科书。2025恰逢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，无名的重映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，更是对历史的庄严回望。那些在暗夜中守护光明的无名英雄，值得被永远铭记。你们今天会上链接吗？会？有。哦，你们是不卖票的？就是人家跟咱唠嗑。卖票卖已经很多了，昨天卖太多了。那我知道。就是唠嗑。哎，你们这个直播没有设置链接吗？那其实是很遗憾的。其实可以卖票嘛，这样，因为好像不是直播都会卖票嘛。我们比较重视内容。好嘛，当我没说啊，继续。有什么惊喜吗？微博直播没有链接。导演想的就是卖票这件事儿，现在都是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你们应该上一下链接，因为这样可以卖票。